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老年的品格优雅、智慧且有趣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变老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；第二，变老所带来的最大好处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变老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。您是否已经坦然接受自己的老去，还是仍在与时间抗争？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，人们对待变老的态度逐渐分化。一部分人坚持着抗衰老的立场，努力通过各种方法与衰老做斗争；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顺其自然，接受身体的老化。抗争还是接受，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。作者基于其多年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经验，提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：无论如何努力，最终每个人都要面对变老所带来的改变。他曾通过研究高龄患者的病理解剖发现，超过85岁的人中，无意完全避免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神经变性，也没有人能彻底摆脱癌症或动脉硬化。这表明，无论多么注重预防认知症或生活习惯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问题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即便脑部萎缩程度相似，个体之间的表现仍有显著的差异。有些人可能完全丧失了认知能力，而另一些人却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头脑。因此，即便未来可能面临认知症的风险，我们仍应尽量延续灵活的思维状态。同时，也需要正视衰老带来的种种局限，例如记忆力减退或行动力下降。这并不是否定抗衰老的意义，而是强调找到抗争与接受之间的平衡。抗衰老与接受衰老并非水火不容，而是一种动态的过渡关系。在我们身体还能够应对的阶段，积极维护健康是其中的关键。如果在需要努力的年龄选择放任，可能会加速衰老的步伐。例如，退休后过于安逸的生活方式会让一些60岁左右的人提前进入到老年状态，行动迟缓，精神不振。现如今，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，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1岁，女性则超过了87岁。从60岁开始，如果以一种虚弱的状态度过未来的20多年，生活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。当身体进入真正衰老的阶段，学会接受并适应显得尤为重要。即使面临认知症或行动不便，依然有许多方式可以保持生活的乐趣。例如，借助轮椅保持出行自由，通过阅读或与人交流保持思想的活跃。关键在于，不必纠结于不能做的事情，而是珍视并挖掘还能做到的事。很多人倾向于放大自己的局限，却忽略了自身的优势。实际上，哪怕是在高龄阶段，只要某一方面仍然具备独特的能力，依然可以令人刮目相看。比如，一位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，如果能讲出有趣的故事，仍然会吸引到愿意倾听的人。同样，爱好绘画、音乐或运动的人，即使进入晚年，也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。历史上不少艺术大师的晚年作品，往往比年轻时更具有深度和感染力。这说明变老并不意味着价值的消失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变老所带来的最大好处。在年轻时，我们通常会朝着具体的目标努力，比如追求某个职业或者想要获得的头衔。这种追求在很多人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追求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此时，重点不再是单纯追求理想中的自己，而是更多的思考如何以更合适的方式活出理想的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更多的关注自己应该如何生活。如果仍然受限于世俗价值观，我们可能会陷入这样的思维：某些职业地位更高，某些头衔更显赫，因此我们会拼命朝着这些目标努力。然而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们会发现有机会从这些狭隘的价值观中解放出来。
我们不再执着于名片上的理想自己，而是开始追求如何活得更好的理想生活。这正是年龄带来的特权之一。实际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相比那些拥有显赫头衔的人，更能吸引人的往往是那些拥有独特生活方式和魅力谈吐的人。虽然这些人未必是您曾经理想中的自己，但在年老之后，探索如何成为理想中的自己，也许成了我们如何利用时间的最佳方式。作者和田先生在回顾年轻时光时曾说，年轻时他非常羡慕那些迅速成名、备受热捧的人。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成功人士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嫉妒感。然而，作者最近开始认为，人生的巅峰其实应该出现在后半生。他表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常常会发现那些年轻时成功的人，到了老年后，却只依赖过去的荣光，不断的自夸，最终变成了让人讨厌的老人。的确，有的人认为，年轻时拥有成功、健康和体力是理想的状态，也有些人认为，如果年轻时能积累财富，像是拥有数亿的资产，余生就可以过得轻松自在。然而，这样的生活也可能变得乏味。很多为了避税而前往新加坡的企业家或富豪，最终几乎都会选择回到日本。尽管新加坡的气候温暖、治安良好、食物美味，似乎是理想的生活场所，但实际生活中，由于料理选择有限、气候单调，往往会让人感到些许失落。日本的食物种类丰富，四季分明，不同季节能带来不同的乐趣。无论是炎热的夏天，还是寒冷的冬季，都让人充满了期待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充满了起伏和变化，这正是生活的魅力所在。也许今天不顺利，但未来依然可能充满了希望。保持乐观的心态，是走好人生道路的关键。在现在的中国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从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退出，放弃买房、结婚等传统的生活方式，追求一种尽量不做什么的生活态度。这群年轻人被称为躺平族，他们似乎没有明确的梦想，放弃了追求，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。然而，如果您认为未来没有希望，那么无论年纪多大，剩下的人生可能会变得漫长而空虚。如果能够相信人生的巅峰还在前方，那么即使进入老年，向着更高目标迈进的乐趣也会一直持续下去。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人生，以及如何享受生活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享受剩下的时光，活得更加自在。年轻时，由于受到世俗观念和传统价值的影响，我们难免会受到某些束缚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束缚会自然消解。老年生活的魅力，恰恰在于能够摆脱世俗的评价和期待。作者认为，最洒脱的老年人，是那些不被世俗价值观束缚、过得从容自在的人。与之相反，令人讨厌的老年人，往往是那些喜欢说教的人。在认知疗法中，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变那种固守应该如何如何的思维模式，摆脱世俗的框架。正是从这种僵化思维中解脱出来。有些老年人不仅仅停留在说教层面，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默默地影响着他人。比如，在医疗界，也有一些医生，他们按照某种标准教导他人，但也有一些医生，轻松自如地通过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他人。哪怕不加说教，这类医生通常会更受大家的尊敬和喜爱。一些人会将自己束缚在应该如何如何的框架中，比如那些不愿意依赖他人的人，他们常常拒绝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怕给别人添麻烦。的确，不依赖他人看似很理想，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最终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他人。即便身体逐渐衰弱，不愿接受他人帮助，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，甚至导致无法自理的局面，最终给亲人带来更重的负担。因此，最好的做法是不要固守独立，坚持寻求外界的帮助，
重要的不是完全不依赖他人，而是学会成熟的依赖他人。依赖他人并非指拿不还，而是通过互惠互利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。例如，当他人给予您帮助时，简单的谢谢就能让对方感到尊重和满足。依赖不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中，也可以体现在工具的使用上。许多老年人会使用拐杖、助听器等工具，这些工具不仅能帮助减少跌倒风险，还能改善交流，便于行动。这些工具最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重要的是，不要强求自己做所有的事情，而是要接受自己不能做的部分，依赖他人，并过得更加从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能做的事情或许会减少，但依然有许多可以做到的事情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珍惜这些能力，并保持积极的心态。当某些事情无法做到时，依赖他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但要始终记住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依然是有价值的，依然有许多值得去做的事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